各位观众节目嘅现场，所好嘅新闻幕后单元接下来关注嘅是礼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到美国用国宾嘅身份来访问华府，因为同一个促进美日之间嘅同盟关系再构深化。带来呢个影响呢，咱今日抢到嘅系附近太后嘅日本同东亚研究中心何时信究竟为大家来做解释。老师你好，吉珍，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我们看到这次的日本岸田文雄啊，用这个国宾的身份，睽违9年，再有这个日本首相用这样身份访问美国。那从这次的这个拜登接待的规格来看呢，可以看出这个美日的同盟这种关系应该已经不太更进一步了吧？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再把美日同盟再一次的把它做一个 shift， 一个升级哈。那事实上，很多的媒体也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去形容岸田文雄这次访美，他最主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所以他这一次等于是，如果我们说从整个美日同盟的一个历史哈，那是从1960年开始，对不对？从岸信介开始，那但是到冷战之后。这个96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就是那个桥本龙太郎跟 Bill Clinton 哈，那克林顿总统这次事实上他也有这个参加这个拜登总统这个的国宴，是那当然他也等于是整个美日同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跟见证哈。那另外当然就是安倍前首相，安倍前首相上来之后，基本上从2013年一直到2015年。他那2年，他最重要的也是去调整美日关系。后来他调整好了，这个差不多了，他也以国宾的身份去访美。好，那再下来就是现在的岸田首相。好，那所以他们一棒接一棒。那基本上整个这个美日同盟的话，当然这个战后日本曾经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和平宪法的一个限制。哈，那他在整个这个美日同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做了一个这限缩，可是从这个我刚刚讲的，从96年，从整个冷战之后的一个美日关系的一个调整的话，那这个日本基本上在整个跟美国的一个合作里面哈，那它越来越从一个就是说一个辅助者的一个角色，然后慢慢的变成是美国的一个在全球的一个这种安全伙伴，比较像是 partnership， 对，已经不是。就是你是我小弟的感觉，对是这样子吗？对，他基本上这个美国，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美国在印太里面的一个这种既定的一个策略啦。我觉得这美国的话，不管是民主或共和两党，那他们这个基本上这个不会让同盟的关系生变哈。那可是就是说整个同盟基本上从冷战到后冷战，当然在整个一个跟美国的一个分工上。事实上有很大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看过去美国他讲这个在欧洲的安全，当然他们某种程度的话，那比较这个就是有欧洲国家对不对自己要担起来。那在印太事实上日本也有这种自觉。那印太的一个安全，当然印太国家自己要担起来。那印太国家里面，那日本他也愿意就是说站在第一线，然后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这种责任。但是日本他也知道他不能够只有靠自己，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日本除了强化美日同盟之外，它也扩大结盟，对不对？它积极的跟韩国来改善关系，还有跟澳洲，对不对？那他这个在这一次的这个这访美这个之前啊，事实上这 AUKUS 也做了一个决定吧，哈，要把这个日本也纳入作为一个伙伴。那另外的话，当然还有很重要的菲律宾。对，那这个我们这个看到的美日的高峰会之后，这小马可斯也到了这个华府哈，以后可能会有这个，那紧接会登场，日菲之间的准入协定都有可能。RA 应该是已经是。要确定的哈，那欢迎这个 RA 这个一定会，就是你刚刚讲的相互准入。那日本基本上这个你看岸田上来之后，他签了3个，一个是跟澳洲，第2英国，那第3个就是跟菲律宾。事实上还有一个在洽谈的，就跟欧陆的法国也在洽谈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岸田，事实上他虽然在整个这外交上面似乎没有像安倍哈这个这表现出那样的一个 aggressive 哈，但是事实上他一点也不消极。私底下默默的对，他们2个人政治性格不一样。那不过就是说岸田基本上我觉得说他很像，就是说他们这红池会，就是说来自于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个师父池田勇人，池田勇人也曾经在美国国会演讲。那就是说他们这很多东西其实他们是做得多说得少，那但是他们做的东西都很扎实。
是，我是没看到这一次你刚刚提到这个AUKUS 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他在就是岸田访美之前就已经传出说就是要把日本再纳入作为这个所谓叫做第二支柱，但是澳洲方面其实他也有讲说，因为文化不同，不可能把日本完全纳入这件。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事实上，现在AUKUS他们有的这个提到就是说日本要加入，像事实上这个在之前这麻生太郎，还有甚至河野太郎在这个当时做防相的时候，他也这样讲啊。那这麻生这个在最近这个，他也经常在讲这个因应现在印太的一个局势，日本要这个加入这 AUKUS 哈。不过这 AUKUS 这个美国、英国跟澳洲哈，那当然他们有一个在历史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过去这个在二战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一种几乎是血盟啦哈。然后那个虽然这个词汇比较是在讲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关系哈，那不过我们借用。那但这个就是说，但这个AUKUS我想它也不是专属于这3个这种就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那日本之所以这个过去这个比较难跟他们去合作，就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计划里面很重要，就是要发展这种战略核潜艇哈。那战略核潜艇这个在日本的一个这个防卫里面，他们有非核三原则。那当然他不会这个去参加。那不过就是说，事实上整个 AUKUS 的合作，你刚刚提到的，对不对？它不是只有战略核潜艇这个，它包括现在的很多，比方讲像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水面下的所谓的反潜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未来 AUKUS 哈，这个它大概不会用这个，就是说这个等于是邀你正式参加。可是它我姑且把它这个叫做这个 AUKUS Plus， 但后面它可以再加 N 韩。对，菲律宾之类的吧，再加 N 的，菲律宾应该很难加入，但菲律宾这个它的战略地位重要哈，可是它未来就你刚刚提的，就是除了这个跟这个美国跟这个英国之间的合作之外，当然这澳洲，我想这未来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当然跟韩国的一个合作，应该也不是这个这种就是说太令人意外。老师，那我们再回头看这次的这个美日的峰会哈，因为就我所知道，之前就是美国调整了，就是跟日本的这个安保条约嘛，对不对？把它的经过60年来最大的一个调整跟升级。那这次美日峰会除了谈 AUKUS 之外，还有什么重点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呢？当然，他这一次的话，大概就是把美国跟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实际上他们谈了很久了。他们这个之前我们在研究日本的防卫，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要把这个自卫队跟美军一体化。那不过这个自卫队事实上过去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它不是一个军队哈，所以它有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从防卫省到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的这种体系，那个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做军政系统哈，那个像我们国军也有，对不对？可是它并没有，它过去没有像我们国军有所谓的军令系统，所以它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说，它不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统合幕僚监部吗？统合幕僚监部基本上是辅佐防卫相，防卫相一定是文人，他就是文明统治哈。那就是说他是辅佐防卫相，然后去管理自卫队。可是自卫队基本上他没有一个像一般国家的这种军队哈。换言之，就是他在作战的时候哈，他的一个这种指挥的这个体系。他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哈，那他现在当然就是说自卫队他这已经决定了哈，而且岸田也已经在国会里面要去推动这个立法，就是要建立一个就是海陆空自卫队的一个统合司令部。那当然有这个统合司令部底下。当然会有所谓的司令官、司令官哈。那换句话说，他以后慢慢的这个在体制上面哈，他往这个一般国家的一个军队这个去推动。那在美军他也会相适应的哈，就提高他在驻日美军的这样这个司令部的一个这个位阶。这过去这个驻日美军司令部基本上它也比较像是一个一个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真正的 commander 基本上是印太的这个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基本上是在欧福岛，在这个哈瓦伊，在夏威夷哈。那他们也考量到说，这个未来如果真的日本周边有事，那个
事实上，也不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啦，但是这确实存在的距离上面，而且还有时差，指挥最快了，那个时差18小时，对，很远哎。那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这种驻日美军的这个司令部，基本上它也会提高它的一个这个位阶，然后强化它的一个功能，那再配合整个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司令部的这个设立，那未来的一个。美国跟日本的一个这种在两个国家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一个整合，那当然会比过去做的这个更好。那当然这也比较容易能够因应整。如果未来整个不管在这个东北亚或东南亚，事实上美国现在比较担心南海。如果南海有事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那美国比较能够这个用这个美日同盟去这个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态。我是讲到这个有事啊，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个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在这个美日峰会之前就有说到说他们当然就是美日的同盟可能已经慢慢在滑向更深的水区的部分的情况下，那美国会用一切维护这个台海周边的稳定，确保台湾有事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其实美日现在也是要避免台湾有事这件事情发生。那当然了，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整个印太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对不对？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台海的南海。不过现在美国基本上，他可能最担心的是南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擦枪走火哈。那不过就是说台海有事，当然这个对日本来讲，这个它的影响跟冲击是最大的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在美日这种强化这种它的一个这种同盟体系的时候，我觉得苏利文某种程度这个也这个等于是讲给大陆听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岸田跟拜登总统的这个峰会的时候哈，那个他这个。拜登总统也强调说，这样的一个结盟，基本上它当然不是攻击性的，它是防御性的哈。换言之，就是说，美国并不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结盟，然后要跟中国等于是冲突，没有。所以事实上，这美国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跟岸田的一个这个峰会里面，拜登他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为了要。维持和平哈，那所以他也这个呼吁，就是说，那整个这包括两岸，那就是要用对话的一个方式。那不过就是说，他也警告这北京，就是说，美国虽然他不支持台独，可是美国也反对任何对台湾的胁迫。所以换言之，事实上，苏利文的这个他的一个谈话里面也表达出美国对两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立场啊。事实上，他认为美国尽力在做的就是去维护现在的这个现状，而现在这个现状也是我们国人想要的。我们看陆委会的最新的民调，几乎我们国人的共识就是要让这样的一个现状持续下去。老师怎么看？就是你讲到对话，就是接下来的。5月底可能要登场的这个中日韩对话，是不是也有助于这个稳定局势？当然，这岸田文雄这个他也蛮平衡的哈。你看他这个去美国备受礼遇，他这个中参两院的这样一个联席会议，他那边这个去发表这个演讲。这过去日本首相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哈，实际上只有5个哈，而且这里面大概只有3个，他是在中参两院的联席会议里面。那所以美国是十足的给了这个岸田文雄哈这个面子哈，因为他也要寻求连任嘛，因为在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到了哈。那不过就是说岸田文雄当然他也知道，他要这个把中日关系给处理好，因为对岸田来讲的话，扩大结盟跟强化跟中国的对话，这个是日本安全的支柱，那他缺一不可。是，谢谢老师。